大家好，我是泡西。今天要介绍的是一款 Linux 平板，是来自精灵科技的 ThinkPad A1。目前我手上的这台机器是工程样机，系统的有些功能还没有实现，特此告知大家一下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机器的外观，正面采用一块10英寸的 2K 屏幕，屏幕占比为 90%， 机身的厚度为 6.7 毫米，重量500克，内置了一块8000毫安时的电池，最大充电功率为18瓦。后置摄像头为1600万，前置为800万。机身总共3个按键，电源和音量加减。而在另外一方还有一个卡槽，可以放 SIM 卡和 TF 内存卡。外观就介绍到这里，接着我们先来开个机。机器的处理器采用的是紫光展锐虎贲7510，这是一颗12纳米工艺制成的8核处理器，搭配有8G 运行内存和256G 的储存空间。机器开机的完整过程如视频所示，耗费的时间是30多秒。进入桌面后，我们看到它似乎和普通平板桌面区别不大，但是进入设置中，我们可以看到它运行的是自家的 ZingOS。在他们的官网首页就写着，这是一个基于 Linux 的移动操作系统。所以如果拿它跟现在比较成熟的 iPad 和安卓平板比，那就没什么意义了。而精灵科技这边也有在强调，这款平板并不是设计出来卖给大众消费者的，可能更多的是针对 Linux 用户群。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使用表现，里面有2个浏览器，我们先来看一下 Firefox。这浏览器目前并不能用手指来滚动页面，当我们用手指在网页中滑动时，它会选中文字，而不是进行上下滚动。想要滚动页面，我们需要拉动右边的滚动条。而另一个浏览器 Chromium 就不会，可以正常的滑动页面来滚动。视频播放方面，我有测试在线视频以及本地视频。首先是弹幕比较多的视频。这个看起来没什么压力。再这么下去的话，不是我的主公。接着来看一下油管的风景视频，在 2K 分辨率下，视频还可以播放。但是当切换到 4K 的时候，机器就没法正常播放了。看来这台平板的视频播放表现确实比较一般，最高只能支持到 2K 分辨率。作为一台 Linux 平板，它也是有一个应用商店的，但是打开之后可以发现里面就只有这么几个应用，所以目前这个阶段想要装其他的应用，还是得自己从网上下载安装包，或者通过命令行。由于它这个系统是基于乌邦图进行定制的，所以我们可以从网上下载 ARM64 的 DEB 包来安装。这里给大家演示一下安装 WPS 的过程，其实也很简单，下载好安装包，在文件管理器中打开，点击安装，输入密码，之后慢慢的等就行了。之后桌面会出现 WPS 的图标，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应用都可以这样装。在 Linux 的世界中，我们更多的时候还是需要用到命令行。例如我想装一个 qBittorrent 来下载 BT 种子，我可以直接打开终端输入sudo apt install qBittorrent。目前系统自带的这个终端也存在着一些不足，只输入几行命令的话是看不出来的，但多执行几行之后就会发现问题。就是我们输入的内容被键盘挡住，因为这个虚拟键盘它是直接浮在当前应用的上面的，所以我目前的解决方法是把终端分为上下2个窗口，然后只使用上面的窗口。接着我也使用终端装了一些应用到平板上，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应用的使用表现。首先是 QB， 这是一个 BT 下载器，在这上面的使用我感觉还是挺不错的，而且下载热门资源时它也能达到一个不错的速度。再来看一下 VS Code， 这是一个代码编辑器，那么在平板上我们可能更多的是使用它来查看代码，但是它似乎没有适配这个触屏，所以右边这里的代码预览窗口以及滚动条，
我们是没有办法用手来拉动它的，只能通过点击来移动位置。所以看来想要比较好的体验，可能得搭配一个键盘。再来看一下 WPS， 我这里准备了一本 PDF 的书籍，加载的速度感觉还是挺快的。然后用它来阅读的效果感觉也还可以。WPS 的其他功能大家就简单看一下吧。我还装了一个开源的看漫画的应用，名字是 mComics。这款应用支持的漫画格式挺多的，而且它左边的预览这里是支持触屏滚动，但是主窗口这里却不支持这个滑动翻页。不过我们可以通过双击来翻页。不得不说，这台平板用来看漫画的效果确实挺不错的。接着来说一下我这段时间使用下来的感受。首先，刚拿到机器时，我的感受是喜悦和兴奋的，因为这台平板它运行着的是一个真正的 Linux 系统，并且还拥有着不差的配置。但是兴奋之后，随之而来的就是失落，因为这个系统现在是存在着挺多的 bug 的。当然，作为工程样机存在着这些 bug， 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，等他们的工程师慢慢修就行了。同时，现在这个系统已经可以运行安卓应用了。官方目前有提供几个 APP 可以装，例如演示的水果忍者。但是想要自己安装第三方的安卓 APP， 可能得等到9月份才行。那么目前就只能继续观望咯，看到时能做成怎么样。我个人是很高兴能有这样的产品出现，并作为消费者，我们能有更多的选择，终归是好事嘛。那么这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